根据统计，国人的过敏性鼻炎盛行率达到25%，更有医学中心调查，北市中小学童的过敏性鼻炎的盛行率达到4到5成。我身边至少就有4个朋友有严重的鼻子过敏症状，从小到大深受鼻过敏的困扰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从小学的时期就必须要携带一整包的卫生纸到学校，还被同学取了绰号叫做那个流鼻水的女生。我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，是从早上起床就开始流鼻水，像感冒一样，一直到下午才停止。睡觉的时候鼻塞，呼吸不到空气，常年或许都是用嘴巴呼吸的。我也曾经寻求各种方法来治疗我的鼻子过敏，可是都没有显著而长期的成效。会想分享这个主题，是因为我看到我2021年的梦想清单上面其中有一项是鼻过敏的根治。我才豁然的发现说，现在的我出门已经可以只带小包面纸了，鼻过敏已经好了90%了。没有想到我也可以有这么清爽的一天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做过的想要改善鼻过敏的方法，以及对我个人的成效。那又是什么方法最适用于我而达到90%的改善呢？另外，因为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用西药，所以这边就不讨论吃西药的方式哦。那说到这个鼻子过敏，人们第一个想到就是空气的品质嘛。我也试过清理灰尘还有这种尘螨的大扫除。我是没有使用专门除尘螨的吸尘器，而是用这个普通的吸尘器，把床铺窗帘还有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打扫一次。但这成效有限，通常只维持个1-2天，我的鼻过敏就又故态复萌了。再来就是使用鼻喷剂跟洗鼻剂，曾经我使用了一段时间，有让我的鼻子短暂的感觉较为通畅，但是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短暂的抑制对我来说没有这么长期的效果。还有就是益生菌，我尝试过某个强调可以改善过敏的品牌，但是呢，每次从这个冰柜拿出来喝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冷哦。那对于重度鼻过敏的我也是效果有限，一开始是有效的，但后来呢又继续发作。或许吃中药也是很多人会选择的方式，我妈妈那时候也有带我去看过一个名医，但看诊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实习的外国人来帮我们看诊。那当时我妈妈就有一点错愕啦，再加上说这个水药呢太贵又很苦，所以后来也没有再持续的看诊。那我在尝试的方法当中比较有效的是游泳。之前有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他就有建议我游泳。后来遇到一个很热心教游泳的朋友有一阵子游得非常勤快，连2月份冬天都在游。那一阵子鼻过敏真的消失了，但是要一直很有毅力的持续下去才行。后来呢，因缘际会呢，我喝到 OPC， 它是一个保健食品。一开始喝有好转反应3天，鼻水流得更严重了，在那3天之内啦。不过呢，3天过了之后呢，鼻过敏是真的有好转了。不过紧接着我就又怀孕了嘛，那因为孕期吃的都很小心，我也不太确定能不能继续吃这个保健食品后来一生完小孩，我又动了一个大手术，后来都没有再使用抑制鼻过敏的药物跟保健品，这个鼻过敏又回来找我了。那一直到了我搬到了青埔，我才发现说，青埔这边天气真的是有够好跟台北比起来很少下雨哦。另外呢，新家也买了除湿机，整个环境没有那么潮湿了。有时候我回到老家才发现说，哇，原来台北老家这么的潮湿一张纸放在桌上摸起来都是润润的。我也完全不知道我对这样的环境是这么敏感。从生理方面着手，我也曾经从心理方面着手。在这个许天胜赛斯的观念当中他有提到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。鼻过敏是排斥环境的反应，是我们对环境的不舒适所产生的反应。有人呢把过敏性鼻炎归咎于体质，事实上体质它正是人格内在状态的生理反应，所以过敏性鼻炎它反映的是人格在接纳上的困难。你的身体忠实的反映出它对环境的抗拒跟不满，所以调整自己跟环境的关系，或者是对环境的感受啦，让心灵不需过度的防卫进入体内的物质，可以减缓这个体内的过敏反应机制，减弱过敏性鼻炎发生的频率跟程度。这就让我回想到我在澳洲打工的时候环境的改变、气候的不同，以及当时的心态也没有承受那么多的压力，所以在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了鼻子正常的快乐。那后来呢，我也接触到医疗灵媒的书籍啦，开启我的芹菜之旅，以及减少蛋奶麸质的摄取。
对我来说，环境加上饮食让我的鼻过敏好了98%，平时也不会再鼻塞流鼻水了。另外呢，喝鸡精这个方式我并没有试过，但是我老公是靠喝鸡精好的，所以你或许也可以试试看哦。受鼻过敏之苦的人可以找到适合的解决之道，大家一起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。我是杰儿，我邀请你用吸引力法则将生活显化成一出好戏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